他初恋回国第一天，我被男友当众开除。下午我到对家公司面试，总裁看着我简历呆住，突然拨通一个电话，爸，把我的相亲取消。我找到儿媳妇了。顾延洲搂着白月光宣布我是不相干的人的时候，我手里还端着给他煮的醒酒汤。汤是凌晨3点起来熬的，他昨晚应酬喝多了，吐了我一身。我把他弄到床上收拾干净，又担心他今早头疼，翻出我奶奶留下的方子，用格花、枳橘子、灵芝片文火慢熬了2个多小时。灵芝片是我上个月省下买冬衣的钱买的，藏区野生货，小小一盒抵我大半个月工资。买的时候心疼了好几天，但想到他喝酒伤肝，咬咬牙还是买了。汤熬好的时候天还没亮，我靠在厨房的墙上打了个盹，梦见自己掉进一个冰窟窿里，冷得浑身发抖。惊醒的时候发现是厨房的窗户没关严，冬月的寒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我半边身子都僵了。我把汤灌进保温壶，裹紧那件起了毛球的大衣，出门等公交，在寒风里站了20分钟，整个人冻得像一根冰棍。公交车上人很少，我抱着保温壶坐在最后一排，车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的向后退去，像一串模糊的省略号。我对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发了会儿呆，面色蜡黄，嘴唇干裂，眼底一片青黑，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碎发毛躁得像一团枯草。大衣是前年在折扣店买的，袖口磨得发亮，领子上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油渍，是我昨天给他做红烧排骨时溅上的。我看着那个倒影，突然觉得有些陌生。这真的是我吗？汤送到公司的时候还滚烫。顾氏集团的前台小姑娘已经认识我了，笑着喊我嫂子，说顾总在37楼开会。我道了谢，抱着保温壶坐电梯上去。电梯里的镜子比公交车的车窗亮得多，清清楚楚地照出我的样子。站在这个装修奢华的电梯里，我像一个不小心走错片场的群演，和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会议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顾延洲低沉而磁性的声音。这个声音我曾经迷恋的要命，大学时候为了听他说话，翘课跑到商学院去蹭他的选修课，坐在最后一排假装记笔记，其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全程都在看他的侧脸。那时候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怎么能让一个男人长得这么好看，声音还这么好听？延洲，你说你那个女朋友到底有什么好的？我的手已经搭在门把手上了。闻言顿了一下，鬼使神差的没有推门。女朋友？你说许安然？顾延洲的声音慵懒而漫不经心，像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一个免费的保姆而已，省心省钱还听话。会议室里响起一阵哄笑，我的手僵在门把手上。保温壶的外壁很烫，烫得我掌心生疼，但那种疼好像隔了一层什么，模模糊糊的，不太真实。免费保姆？顾总你也太损了吧，人家好歹跟了你4年。4年怎么了？顾延洲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轻慢，他什么条件你们也不是不知道，能进顾家的门，老爷子那边我总得有个交代。他这4年在我身边，吃我的住我的，我也没亏待他，倒是省了我不少麻烦。挡酒他在，做饭他在，收拾烂摊子他在，家里催婚的时候拉他出去溜一圈，老爷子也无话可说。这种女人好哄。那沈小姐呢？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提到沈小姐3个字的时候，顾延洲的声音明显变了，那种轻慢和不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语气里听到过的温柔和向往。婉宁不一样，
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珍重。她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人，留学归来，家世好，能力出众，长得又漂亮。当初要不是她出国，我们也不会分开。现在她回来了，我和她没有说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心照不宣的笑声和起哄声。有人说恭喜顾总终于要抱得美人归了，有人说沈小姐那可是真正的白富美，比某些人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还有人拍马屁说顾总和沈小姐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站在门外，听着这些声音，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一点一点的变轻，轻得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纸屑，随时都会散掉。胸口有什么东西碎了？不是心碎，心碎是有声音的，像玻璃杯掉在地上那样清脆的一声。而我胸口里的那个东西碎掉的时候，没有任何声音，它只是静静的、缓慢的，一寸一寸的化成齑粉，像一座沙堡被潮水一点点舔掉，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沙滩。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起毛球的大衣，洗不掉的油渍，冻得通红的手指，熬汤熬出的黑眼圈。4年来，我省吃俭用给他买名牌西装，自己穿折扣店的过季货。我研究他的口味，做满桌子的菜，自己蹲在厨房吃他剩下的饭菜。我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去帮他打理生活，被他的朋友们当成一个笑话。我以为我是在谈恋爱，我以为他总有一天会看到我的好，会真心实意的爱上我。我以为，可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免费的保姆，好哄的那种。我深吸一口气，把那扇虚掩的门推开。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10几双眼睛齐刷刷的看向门口，那些目光里有惊讶，有尴尬，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显然，有人注意到了门没有关严，有人知道我就站在外面。顾延洲坐在主位上，衬衫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姿态舒展而放松。看到我的时候，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那种表情我太熟悉了，是厌烦，是你怎么又来了，是你能不能不要在这种场合出现，给我丢人。你怎么来了？他的语气和刚才谈论我时一模一样，漫不经心的，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感。我张了张嘴，想说我给你送醒酒汤，但话还没出口，一个柔软而娇俏的声音从会议室另一端响了起来：延洲，这就是你跟我提过的许小姐。所有人的目光刷地转向那个声音的主人，沈婉宁。她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香奈儿套装，长发如瀑布般垂在肩上，五官精致的像是从时尚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她微微侧着头看我，嘴角挂着一丝浅淡而得体的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得懂的东西，那是评估，是审视，是确认了对手完全构不成威胁之后的轻蔑。他只看了我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仿佛多看我一眼都是浪费时间。他转头看向顾延洲，声音又甜又软：延洲，你不是说今天要带我去见伯父伯母吗？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吧？顾延洲看着他，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那是我4年里从未见过的眼神，是爱意、珍重和疼惜，是一个男人看着自己真正想要的女人的眼神。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大步走向沈婉宁。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我抬起头看他，手里还抱着那个保温壶。这是给你的醒酒汤。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平静的出奇，灵芝片是新买的，熬了2个多小时，你趁热喝，凉了就许安然。他打断了我的话，语气平淡的像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手里的保温壶一眼，
以后不用给我送这些东西了。婉宁不喜欢我喝酒，我以后也不怎么需要了。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措辞，然后他伸出手，把我往旁边轻轻拨了一下，像拨开一件碍事的家具。那个动作很轻，甚至算不上粗鲁，但他传达的信息比任何粗暴的动作都更清晰，更残忍。你挡路了，让开。还有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别当真。他一边穿西装，一边漫不经心地说，目光始终追随着沈婉宁。婉宁回来了，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你从我公寓里搬出去，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付过了，你可以住到月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不太好，或者晚上不想吃鱼，完全没有意识到到此为止这4个字是在给4年的感情判死刑。不对，在他看来，那根本就不是4年的感情，那只是4年的免费保姆。会议室里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有人在憋笑，有人在小声交头接耳，还有人在拿手机录像。沈婉宁站在不远处，轻轻拉了拉顾延洲的袖子，用一种只有亲密之人才能用的语气撒娇道：延洲，走吧，别让人等急了。他的目光越过顾延洲的肩膀，落在我身上，嘴角那个笑加深了1分。那个笑容很微妙，别人看来也许只是客气礼貌的笑，但我看懂了，那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宣告，她是我的了，你可以滚了。顾延洲被他一拉，立刻转过身去，柔声道：好好好，这就走。他从头到尾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就那么站在原地，抱着那个装满醒酒汤的保温壶，看着他的背影和沈婉宁并肩走出会议室，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会议室里的人三三两两的散去，有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故意放慢了脚步，目光上上下下的打量我，那种眼神像在看一只被主人遗弃的流浪猫。最后一个人离开的时候，随手关上了会议室的门。偌大的会议室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在原地站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保温壶里的醒酒汤从滚烫变成温热，又从温热变成冰凉。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保温壶，突然觉得很可笑。我凌晨3点爬起来熬汤，在寒风里站了20分钟等公交，冻得手脚发麻，捧着这壶汤像捧着一颗真心，千里迢迢的送过来，结果他连看都没看一眼。我把保温壶放在会议桌上，拎起自己那个磨破了边角的手提包，走出了顾氏集团的大楼。经过大堂的时候，刚才还笑着喊我嫂子的前台小姑娘眼神闪烁，别过脸去假装在整理文件，不敢看我。外面起了风，寒冬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把大衣裹紧了一些，但那股冷意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怎么裹都暖和不起来。手机震了一下，是顾延洲发来的消息，公寓钥匙放在老地方，你这2天搬走吧，别闹，体面一点。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打了一行回复：顾延洲，你混蛋。然后又一个一个的删掉。删到一半的时候，他又发来一条消息：婉宁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从来没有针对过你，你别玻璃心。我看着这条消息，忽然笑了出来，那个笑声又干又涩，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突兀，把经过的一个路人吓了一跳。他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难过，他以为我的难过是因为沈婉宁，他从来就不明白。我关掉手机，走到公交车站，看着一辆辆公交车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却不知道自己该上哪一辆。这座城市这么大，大到能装下2000多万人，可此刻我站在这里，却觉得没有一寸地方是我的。
我想起4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候我大3，在商学院做兼职助教，负责给大2的学弟学妹们批改作业。顾延洲读的是 MBA， 根本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但商学院的活动多，一来二去就认识了。他那时候刚接手顾氏集团的边角业务，意气风发，又带点少年人的莽撞，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让人看了就忍不住也跟着笑。追我的人是他，他会在下雨天突然出现在教学楼门口，说我刚好路过，送你回宿舍。后来我才知道，商学院在北区，我住的宿舍在南区，开车要20分钟，根本不是刚好路过。他会在考试周给我送一大堆零食和咖啡，说你太瘦了，多吃点。他会在我做实验到深夜的时候，等在实验楼下，手里拎着一份还冒着热气的小馄饨，说这家的特别好吃，你尝尝。他追了我半年，送花，请吃饭，在宿舍楼下弹吉他唱歌，把全宿舍的女生都羡慕的不行。室友们都说，许安然你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这辈子才能被顾延洲看上。我也以为自己拯救了银河系。确定关系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月亮又大又圆。他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说：安然，我一定会娶你。我说：顾延洲，你要说话算话。他说：我顾延洲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后来他带我去见他的朋友，饭局上有人问他：顾少，这位是？他笑着说：女朋友。我当时开心的像一个傻子。后来的4年里，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傻子。我毕业那年放弃了导师推荐的科研岗位，因为他皱着眉头说实验室那种地方又苦又累，你来我公司帮我吧。于是我用自己学了4年的生物工程专业，去给他当一个端茶送水的行政助理。有一次，我的导师在校友会上遇到我，看着我胸前的工牌，愣了好一会儿，欲言又止，最后只叹了口气说：安然，你开心就好。我当时没听懂那句话里的惋惜，现在听懂了。他的应酬多，每次喝得烂醉如泥，都是我去接。我扛着一个比我重40斤的男人，从会所的沙发上爬起来，叫代驾，送回家，给他擦脸换衣服，然后蹲在卫生间里清理他吐在我衣服上的污渍。有一次他在 KTV 喝多了，吐在一个女公关身上，人家当场翻脸。我一边赔礼道歉，一边掏出自己刚发的工资，给对方包了个红包。那个月我吃了整整30天的泡面。他的胃不好，我学了一整个菜谱，每天的饭菜不重样：糖醋排骨、清蒸鲈鱼、红烧狮子头、老火靓汤。他喜欢吃的菜，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有一次他说想吃我奶奶做的那种桂花糕，我打电话回老家问了半天，折腾了一整个周末，失败了5次，终于做出了一盘勉强像样的。他吃了2口就放下了，说太甜了，不太好吃。他家里催婚，他带我去见他父母。顾太太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只混进了自家客厅的野猫，全程没有跟我说超过3句话。我坐在顾家那张可以坐下20个人的红木餐桌前，紧张的连筷子都拿不稳。顾延洲在桌子底下握住我的手，我以为他是在安慰我，后来才知道他只是怕我失态丢了顾家的脸。散席后，他送我回家，在车里对我说：安然，我妈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上，但你也确实该注意一下自己了。晚宴那种场合，你穿这样不合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网上买的200块钱的连衣裙，那是我为了见他父母特意买的好衣服，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4年，我用了4年的时间
把自己从生物工程系的优秀毕业生变成了一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免费保姆。我变成了一个笑话。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的走着，拐过一个路口的时候，面前出现了一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它的玻璃幕墙在冬天的阳光下折射出冷冽的光，像一把插入天际的银色长剑。大楼顶端的4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沈氏环宇。沈氏环宇，顾氏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2家公司在房地产、科技、金融3大板块全面交火，商战打了好几年，各有胜负。我在顾氏给顾延洲当助理的时候，不止一次听到他和他的团队在会议室里咬牙切齿地咒骂沈氏，咒骂他们抢项目、抢客户、抢市场，骂沈氏的老板手段太狠，不留余地，骂沈家父子俩一个赛一个的狡猾。顾延洲骂得最难听的一次，是因为沈氏用一个他根本想不到的价格抢走了他势在必得的一块地皮。他回到办公室砸了一个烟灰缸，玻璃碴子飞了一地，我蹲在地上一点一点的捡，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沈燕。我站在沈氏环宇的大楼下，轻轻念出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顾氏是一个禁忌。顾延洲最信任的副总有一次在会议上提到沈燕，说这个人商业嗅觉极其敏锐，手段极其果断，手腕极其狠辣，言语之间颇有几分敬佩。顾延洲当场翻了脸，把那个跟了他5年的副总直接调去了西北分公司。从那以后，整个顾氏再也没有人敢在顾延洲面前提沈燕这个名字。而我此刻站在沈氏环宇的大楼下，仰头看着那4个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顾延洲，你不是最恨沈燕吗？你不是觉得沈氏环宇是你最大的对手吗？好，那我就去你最大的对手那里，让你看看你口中那个不值钱的免费保姆到底值不值钱。这个念头像一簇火苗，在胸口那片废墟上燃了起来。最开始只是小小的一簇，随时都会被风吹灭，但它越烧越旺，越烧越烈，最后变成了一场燎原大火，把我身体里的每一寸怯懦，每一分不舍，每一次对他的心软，全部烧成了灰烬。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硌得生疼。这疼痛让我清醒，让我冷静，让我忽然意识到，4年前那个敢在实验室里跟导师争论实验方案的许安然还没死透。他还活着，只是被埋在了4年的委曲求全之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被遮盖得面目全非。现在该把他挖出来了。恰在这时，一阵冷风打着旋儿卷过来，像一记无形的鞭子抽在我身上。一张花花绿绿的招聘广告被风从旁边的公告栏上吹落，啪的一声打在我的小腿上。我下意识地低头去看，几行加粗的宋体字撞进了我的眼帘：沈氏环宇集团总部战略发展部急招高级分析师，要求生物工程或交叉学科背景，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精通数据分析，有独立项目负责能力。薪资、面议、招聘截止日期：今日。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今天是招聘截止的最后一天，而距离下班时间只剩不到3个小时。我弯腰捡起那张招聘广告，手指捏着纸张的边缘，微微发颤。生物工程背景，独立项目负责能力，3年以上工作经验。我在顾氏的4年，虽然挂着行政助理的头衔，但实际上顾延洲懒得管的那些小项目，全是我在默默的做。市场调研、竞品分析、数据模型、可行性报告，我替他写过的策划案，摞起来比桌子腿还高。每一个方案他都拿去用了，
但每一个方案上都没有我的名字。你一个助理要什么名字？他说，做得好是你分内的事，做不好是你能力不行。我当时觉得他说的对，现在才明白那不是对，那是破。我站在寒风里，把招聘广告上的要求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心脏跳得越来越快，一种久违的带着兴奋和紧张的悸动涌遍了全身。这种感觉上一次出现还是我大学时期在全国生物工程创新大赛上做最终答辩的时候。顾延洲，你不是说我不会思考吗？你不是说我离开你什么都不是吗？你不是说我是廉价红酒上不了台面吗？好，那我就让你看看这瓶廉价红酒上了你最大的对手的餐桌会变成什么。我把招聘广告折好放进包里，转身走进街边一家快捷酒店。前台小姑娘正打着哈欠追剧，看我进来的时候愣了一下，大概没见过一个人走进酒店的时候表情这么视死如归。钟点房4个小时。我把身份证拍在柜台上。在这4个小时里，我洗了澡，换上了包里唯一一件还算体面的衬衫，那是3个月前顾延洲带我去参加一个酒会之前给我买的。他说你穿你自己的衣服给我丢人，当时我觉得这话刺耳，现在想想他说的对，我确实不应该穿自己的衣服，我应该穿他买的衣服去他的对手那里。我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把毛躁的碎发用酒店免费赠送的一次性梳子一点一点的梳好，然后扎成一个干净利落的低马尾。对着镜子，我借用了前台借来的简陋化妆品，在脸上一点点勾画出曾经的精气神。临出门前，我在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上买了一罐咖啡，一口气灌下去半罐。罐子冰冰凉凉的，铝皮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我的手指滴下去，但我感觉不到冷，因为我的血在发烫。下午2点45分，我站在了沈氏环宇总部的大堂里。这栋楼比顾氏的大楼高了整整1倍，大堂挑空足有3层，地面铺着光可见人的黑色大理石，前台背后那面巨大的曲面屏上是实时滚动的业务数据，数字跳动的速度眼花缭乱。空气中飘着一股很淡的雪松香，清冷而金贵，和整栋大楼的气质如出一辙。大堂里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步履匆匆，手里抱着文件或者端着咖啡，脸上带着一种我阔别已久的属于职场精英的自信和干练。站在这些西装革履的人群中间，低头看看自己身上这件勉强算体面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装裤，心里忽然有点没底。这套衣服是我最好的一套了，但在这个地方它看起来依然像个笑话。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前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自信。你好，我来应聘战略发展部的高级分析师。前台小姐抬起头，职业化的微笑着问，请问您有预约吗？我看到大楼门口的招聘广告，招聘今天截止。我是来没有预约的话，前台小姐的微笑依然职业，但语气里多了一层淡淡的敷衍。请先在线投递简历， HR 筛选后会通知您面试时间的。可是招聘今天截止了，在线投递可能来不及，这是公司规定，不好意思。我攥了攥拳，指甲再一次掐进掌心里。我想起自己在顾氏的时候见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有关系的人一个电话就能进来，没关系的人在前台就被挡在了外面，连面试官的影子都见不着。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骚动。沈总好。沈总。大堂里的保安突然绷直了身体，
前台小姐脸上的职业微笑瞬间变成了真切的敬畏，就连空气里那股散漫的雪松香都好像突然凛冽了几分。所有人都像被按下了同一个开关，齐刷刷地朝着大门口的方向微微颔首。我转过头，一群人簇拥着一个男人从大门口走进来。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定制西装，肩膀上披着一件黑色大衣，身形颀长挺拔，步伐又大又快，每一步都踩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节奏感。身后跟着的助理、秘书、项目经理加起来足有7、8个，每一个人都在小跑着跟上他的速度，每一个人手里都抱着文件和平板，像是一群围绕在雄狮周围的猎狗，随时准备在他发号施令的第一时间冲上去执行。那人边走边接过助理递来的文件，垂眸扫了一眼，语速极快地吩咐道：第3季度的数据有问题，让财务部重做。西城那快递的报价再加5个点，压到故事不敢跟为止。另外，晚上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安排相亲了，我没时间。沈总，老先生说这次是林家的小姐，您要是再不去的话，他就再说。他只用了2个字就把助理的话堵了回去，语气平淡而果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愣在原地，几乎忘了呼吸。这个男人就是沈燕，顾延洲嘴里那个恶魔，那个让他咬牙切齿、寝食难安、杂烟灰缸的商界阎王。而此刻这个阎王正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他的目光本来已经掠过了我，但走出去2步之后，他突然停了下来。他停下来的时候，整个随行团队也跟着停下了，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被按下了紧急制动。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面面相觑，低声交头接耳。沈燕转过身，走回到我面前，我这才看清他的脸。他比财经杂志封面上的照片更年轻，也更好看，眉骨高挺，眼眶深邃，鼻梁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的，薄唇微抿的时候，下颌线锋利的能当刀使。但最让人心悸的是那双眼睛，黑沉沉的，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看人的时候仿佛能把人看穿。他低头看着我，目光先是落在我怀里抱着的那份简历上，然后又抬起来，落在我的脸上。他微微偏了一下头，像是在辨认什么，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我被他看得后背发毛，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你来干什么？他开口了，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和顾延洲那种刻意压出来的低沉不同。他的低沉是骨子里的，像大提琴的最低音弦被缓缓拉动，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我以为他在问我，张了张嘴刚要回答，却发现他的目光已经从我身上移开了，落在我身后不远处的前台小姐身上。前台小姐的脸一下子白了，结结巴巴地说：沈总，这位小姐是来应聘的，但是没有预约。我正要让她在线投递，沈燕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我。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惊艳，不是好奇，不是审视，而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深沉的确认。她在确认什么？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的想把简历藏到身后，但还没等我动作，一只修长而有力的手已经伸了过来，稳稳地接住了我怀里那份差点散掉的简历。他的指尖无意间擦过我的手腕，像被静电打了一下，我猛地缩回手，心跳漏了一拍。沈燕低头看着我的简历，第1页基本信息，他扫了一眼，没有表情。第2页教育背景，他的目光停了一下，眉头微微一动。第3页工作经历，他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眉毛挑了起来，
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短暂的，几乎称不上笑容的表情，但他眼底的光芒在那一瞬间变得异常明亮。许安然。他念出我的名字，声音不大，像是在嘴里反复咀嚼这3个字的分量。然后他合上了简历，抬起头看着我。你之前在故事工作？我点了点头，喉咙发紧，想解释几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沉默了片刻，忽然笑了。那是一个很淡的笑，淡到除了我之外，大概没有人注意到。他只在他的嘴角停留了不到1秒钟，然后就被压了回去，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急剧的翻涌，像是冰面下的暗流，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顾延洲放你来我这里面试？他问。我刚离职。我说，声音干涩的像砂纸，但尽量保持平稳。刚离职？他挑了挑眉，目光在我身上快速扫过，起毛球的袖口，被风吹乱的碎发，眼底未退的红肿，还有那份用普通4纸打印，连塑封都没有做的简历。他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那一瞬间的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商人，倒像一只闻到了血腥味的猎豹，正在快速评估猎物的价值。你被他开了？他一针见血。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被人当众戳穿最不堪的处境，疼得我本能的想要低下头，但我咬了咬牙，硬生生的把脖子哽住了，强迫自己抬起眼睛，迎上他的目光。对，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稳，所以我来了。他看着我，那目光像一把手术刀，精准而锋利，似乎想把我整个人剖开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我不知道他从我的表情里读到了什么，但几秒后，他唇边那丝笑意加深了1分，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欣赏，那种猎人遇到了一头意料之外的猎物时才会流露出的欣赏。顾延洲放你走，沈燕慢条斯理地说，声音低的几乎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是他下。然后他转过身，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整个大堂安静的落针可闻，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的盯着他们的老板，盯得空气都凝固了。随行的助理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自家总裁到底要干什么。我也愣在原地，手里空空如也，简历被他拿走了，脑子还停留在刚才那3个字上，像一台突然死机的电脑，屏幕上一片空白。电话接通了，沈燕对着话筒，声音恢复了那种冷淡而果断的调子，和他刚才跟我说话时的语气判若两人。爸。电话那头隐隐约约传出一个中气十足的老人声音，好像在说什么你个小兔崽子终于肯接我电话了之类的。沈燕面无表情地听了几秒，然后打断了对方，把我的相亲取消。对面显然炸了，老人家的声音大到连我都隐约听到了一些字眼，邻家的丫头安排了1个月，你再敢放鸽子试试。沈燕等对面骂完了，才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中午吃了什么，或者下午有个什么会，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枚炮弹，在大堂里炸开了一朵蘑菇云。爸，找到儿媳妇了。整个大堂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被抽干了。前台小姐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但没有人弯腰去捡。随行的助理们集体石化，一个年轻的项目经理半张着嘴，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都没意识到。就连门口正在旋转的玻璃门都好像停顿了1秒。而我作为这句话里的那个儿媳妇，整个人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大脑里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所有的血液都在往头顶涌。他说什么？他说了什么？
沈燕挂断电话，重新看向我，那目光沉甸甸的，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笃定和掌控感，仿佛在她眼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包括我。明天入职，她把简历递回给我，语气就像在下一道不容置疑的行政命令：战略发展部高级分析师，薪资按你之前的3倍算。等等，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继续说了下去。关于工作内容，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找我的特助。关于他微微俯下身，目光锁住我的眼睛，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像是在说什么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的秘密。如果有一天你在故事那里受了委屈，想加倍还回去，来找我。他直起身，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又浮现了出来，带着一种笃定和从容，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包括我，包括顾延洲，包括整个棋局。许小姐，欢迎加入沈氏寰宇。说完这句话，他转身大步离去。黑色大衣的下摆在空气中旋开一个凌厉的弧度，随行团队像被磁铁吸过去一样，呼啦啦地跟上。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清脆而密集，在空旷的大堂里回荡了好久。我从头到尾懵在原地，像一根被雷劈过的树桩。低头看看手里的简历，又抬头看看那道已经走到电梯口的挺拔背影，大脑终于从宕机状态缓慢重启。然后程序重启成功后，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竟然是顾延洲今天早上在会议室里说过的那些话，一个免费的保姆而已，省心省钱还听话，这种女人好哄，你别当真，体面一点。我把简历抱在胸前，深吸一口气，忽然笑了出来。那个笑容有点发苦，有点发涩，但更多的是痛快。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我用力地眨眼，把眼泪逼了回去。不哭，不能哭，许安然，你已经为那个男人流了4年的眼泪，你不能再为他掉一滴眼泪了。从现在起，每一滴眼泪都只配为值得的人和事而流。沈燕值不值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沈氏寰宇值得。我转身看向大堂外车水马龙的街道，阳光从厚重的云层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道明暗交错的光斑。这座城市还是这座城市，但我的路已经不是刚才来的那条路了。顾延洲，你以为开除我是终点？不好意思，这恰好是我翻盘的起点。沈燕，沈氏寰宇那个高高在上翻云覆雨的沈燕，竟然对我说了那样的话。他看我的眼神，他叫我的语气，他说找到儿媳妇了时的笃定，这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发生的太快，太不真实。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不在乎。一个被顾延洲当成抹布扔掉的弃子，被他的死对头捡起来当成了筹码，这场戏不管怎么演，我都不亏。而那通找到儿媳妇了的电话背后，究竟是一次精心设计的商业报复，还是一段连命运都未曾揭开的过往伏笔？此刻的我还一无所知。但没关系，戏台子已经搭好了，锣鼓已经敲起来了。顾延洲，你准备好接招了吗？我抱着简历走出沈氏寰宇大门的时候，漫天厚重的云层忽然裂开了一道缝，一束金灿灿的阳光从缝隙里倾泻而下，不偏不倚地照在我的脸上。那道阳光暖融融的，带着冬天难得的温度，仿佛是老天爷专门给我打的一束追光。我仰起脸，迎着那束光，眼睛被刺得微微眯起，但我的脚步没有停。3倍薪资，复仇的入场券，以及一个连我自己都还没搞清楚的未婚妻头衔。
顾延州，你把一只猫逼到了墙角，你以为它会夹着尾巴逃走？可惜你错了，这只猫长出了爪牙。夜风裹着城市的喧嚣，从半开的车窗灌进来，吹得我鬓边的碎发不断扫过脸颊。我把头发别到耳后，动作忽然顿了一下。这个动作我以前经常做，每次顾延州带我去应酬，上车前我都要对着后视镜把仪容整理好几遍，生怕哪里不妥帖给他丢人。现在想来，他大概从没注意过我整理了几遍头发，穿了几次新衣服。出租车停在我和顾延州同居了4年的公寓楼下。我抬头看了看那扇熟悉的窗户，灯亮着。他应该在家，也许在收拾东西，也许在陪沈婉宁，也许只是在享受一个没有我的清静夜晚。我用那把还没还回去的钥匙开了门。屋子里的灯亮得晃眼，所有的灯都开着，客厅的水晶吊灯，走廊的射灯，厨房的日光灯。他以前总嫌我开太多灯浪费电，现在他自己全开了，大概是不再需要省下电费给我花了吧。沙发上随意扔着几件西装外套，茶几上摆着2只红酒杯，一只沾着口红印，一只干干净净。那是沈婉宁的口红。我移开目光，不想去想象他们在这里做了什么。我只是走进卧室，拖出那个陪伴了我4年的旧行李箱，拉开衣柜。我的衣服很少，一个28寸的箱子绰绰有余。4年来，我给顾延州买过数不清的名牌西装和领带，但自己衣柜里的衣服大多是折扣店买的过季货，有几件甚至还是大学时期留下来的。我伸手把那些廉价的衣服从衣架上取下来，一件一件叠好，放进行李箱。叠到一半，玄关处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顾延州回来了，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羊绒大衣，围着一条我去年圣诞节送给他的手织围巾。那条围巾我织了整整2个月，拆了织了拆，手指被竹针磨出了好几个水泡。他当时收到的时候说了句挺暖和的，然后就随手搭在了衣架上。今天他倒是特意带上了，只不过搭配的是沈婉宁给他选的那套阿玛尼西装。他看到客厅里摊开的行李箱，愣了一下，然后皱起眉头：“你还没搬走？”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不耐烦，好像我是一袋放了好几天的厨余垃圾，早就该被清走了，怎么还赖在这里不走？我继续叠衣服，头也不抬地说：“今天面试回来晚了，正在收拾。”面试？他嗤笑了一声，把车钥匙扔在玄关的鞋柜上，钥匙撞在大理石台面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你能面什么试？又去应聘打杂的？差不多。我没兴趣跟他解释沈氏寰宇的事，继续叠衣服。他在沙发上坐下来，翘起2郎腿，端起茶几上那只干净的红酒杯晃了晃，像是在享受某种居高临下的快感。许安然，我劝你一句，别去外面丢人了。你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清楚，安安分分找个小公司做文员就行了，别好高骛远。你在我这里好歹也算镀了4年金，出去找工作别太挑，别到时候被人笑话是从故事出来的废物。我叠衣服的手停了一下。镀金，在他眼里，我这4年不是在付出，是在镀金。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件起了毛球的毛衣放进行李箱，然后合上箱盖，拉好拉链，直起身来。顾延州，我看着他的眼睛，声音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意外。你觉得沈燕这个人怎么样？他的脸色在听到沈燕这2个字的时候瞬间阴沉下来。他把红酒杯重重的放在茶几上，发出沉闷的碰撞声，杯底在玻璃桌面上留下一个暗红色的圈。他看向我，
眼神里带着狐疑和警惕。你问他干什么？没什么，我拉起行李箱的拉杆，朝门口走去，就是告诉你一声，我明天去沈氏环宇上班，战略发展部高级分析师。他像是被雷劈了一样，整个人僵在了沙发上。3秒钟后，他猛地站起来，脸上的表情又惊又怒，额角的青筋都凸了起来。沈氏环宇，他的声音拔高了8度，几乎是在吼：你他妈去沈燕的公司？你疯了吧？你以为沈燕是什么好东西？他用你就是为了恶心我。你被人当枪使了还沾沾自喜，你是不是傻？他在愤怒。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客厅的灯光从头顶打下来，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影，让他的表情看起来扭曲而陌生。4年来，我无数次被他的冷言冷语伤得体无完肤，每一次我都红着眼眶退让，每一次我都告诉自己，他只是太累了，压力太大了，不是故意的。但现在我看着他那张暴怒的脸，忽然觉得很平静。对，我说，他用我是为了恶心你，但你把我当免费保姆，谁更恶心？他愣住了，像是没想到我敢顶嘴，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那个总是逆来顺受，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许安然，现在正站在他面前，平静的、从容的，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的质问他：许安然，你？他的声音变了，从暴怒变成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调子，说不清是震惊、恼怒还是别的什么，尾音甚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变了，你以前不这样的。是吗？我看着他，嘴角弯起一个笑，不是苦笑，不是假笑，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发自内心的笑。那我应该早点变。然后我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那扇住了4年的门。行李箱的轮子在走廊地砖上滚过，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像一列小小的火车正驶离他停靠了很久的站台。我走进电梯，按下了1楼，电梯门缓缓合拢，把那扇熟悉的门一点一点的遮住，最后完全关闭。我靠在电梯壁上，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手机震了一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许小姐，明天上午9点，沈氏环宇37楼战略发展部报道，工位已经安排好，办公用品已配齐，如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沈燕特助陈岸。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把号码存进了通讯录。存的名字是沈燕特助，备注写的是新生活第1页。电梯叮的一声停在1楼，门开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公寓大堂，冬夜的寒风扑面而来，冷得我打了一个哆嗦。但我抬起头看着夜空，意外的发现今晚的星星格外亮。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顶的黄色顶灯在夜色中亮得格外温暖。司机师傅摇下车窗，探出头来问我：姑娘，走不走？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坐进后排，说出了一家快捷酒店的名字。那是我给自己定的临时落脚点，房价121晚，比我租得起的任何房子都便宜。车子发动，驶离了那个我住了4年的地方。后视镜里，那栋熟悉的公寓楼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灯光，融进了城市的万家灯火里，再也分辨不出来。我靠在后排座椅上，打开手机，翻到顾延洲的微信头像。他站在游艇上，戴着墨镜，笑得张扬而肆意，身后的海蓝得像一块宝石。这张照片是我给他拍的，那天他刚签下一个大单，心情好得不得了，难得夸了我一句拍得不错。我当时高兴了一整天，觉得他终于看到我了。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我只觉得自己蠢。我点开他的头像，在对话框里删掉了所有未发出的消息，有问他今晚回不回来吃饭的，有提醒他明天降温多穿衣服的，有转发他喜欢的那家餐厅优惠信息的，密密麻麻，全是独角戏，全部删除。然后我把他的微信、电话、所有社交账号全部拉黑，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手机屏幕按下去的瞬间，我看到自己在黑色玻璃屏上的倒影，那个倒影在笑，不是哭，是笑。第二天早上8点45分，我准时出现在沈氏环宇大楼门口。一夜之间，好像全城的人都知道了沈燕那句找到儿媳妇了。我不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也许是那个在现场石化了的前台小姐，也许是沈燕某个嘴快的助理，也许是大堂里某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员工。但不管是谁，消息传播的速度堪比病毒，而我就是那个被推到聚光灯下的病毒宿主。从旋转门走进去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到了无数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从四面八方打过来。前台的几个小姑娘看到我，齐刷刷地站起来，用一种混合了敬畏、好奇和八卦的眼神行注目礼。我听到一个女孩小声对同事说，就是她，就是她，昨天沈总亲口说的那个，被他同事狠狠掐了一把手臂才闭嘴。电梯间里有人认出我，主动帮我按了楼层。等电梯的时候，旁边2个西装男窃窃私语，隐约飘过来几个字，就是顾氏那个前助理。听说被顾延洲甩了，当天就来咱们这边了，沈总该不会就是为了打击顾延洲吧？我面不改色地走进去，脊背挺得笔直，目光平视前方。在顾氏的4年教会了我一件事，当别人议论你的时候，你越是在意，他们越是来劲。最有力的回应不是任何话语，而是一个连眉毛都不动的从容的背影。电梯在37楼停下，门开的瞬间，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男人已经等在电梯口了。他穿着一身得体的深蓝色西装，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看到我微微颔首，许小姐早，我是沈总的特助陈岸，昨天给您发过短信。陈特助早。我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干燥而有力，握手的方式很专业，3秒钟，不轻不重，收放干脆。这边请，我先带您去工位，然后9点半沈总有一个简短的欢迎会议。陈岸一边走一边介绍，语速不急不徐，条理清清楚楚。您的入职手续 HR 已经在加急处理了，合同今天中午之前会送到您手上。薪资按照沈总昨天说的标准，另外公司提供午餐补贴、交通补贴和住房补贴，具体细则都在合同附件里。他在一扇玻璃门前停下，推开门，侧身让我先进。战略发展部的办公区大得惊人，整整1层楼都是。工位之间用半透明的磨砂玻璃隔开，既保证了隐私，又不显得封闭。每张办公桌上都摆着双屏显示器和人体工学椅。落地窗占了整整1面墙，站在窗前可以俯瞰半个城市的天际线。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而入，把整个办公区照得通透明亮。您的工位在这里。陈岸把我引到靠窗的一个位置上，那里的视野极好，窗外正对着城市的地标建筑，一座100年前的老钟楼。沈总特意吩咐的，说这个位置光线好。特意吩咐的，这4个字让我心里微微动了一下，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我放下包，环顾四周。我的工位上已经摆好了全新的办公用品，一台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印着沈氏环宇 logo 的保温杯，一套精致的文具，
甚至还有一盆小小的多肉植物，胖嘟嘟的叶片上还沾着水珠，显然是刚浇过水。多肉是沈总让人放的。陈岸推了推眼镜，语气依然专业，但我注意到他嘴角不易察觉地弯了一下。他说新人工位上应该有绿色植物，对心情好。我伸手轻轻碰了碰多肉饱满的叶片，没有说话。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被顾延洲当成免费保姆4年之后，突然有人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被郑重对待的人，这种感觉让我有些无所适从。我还没来得及把包放进抽屉里，门口就传来一阵骚动。几个正在聊天的同事突然像被按了静音键一样闭了嘴，迅速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坐得笔直。空气里那种散漫的办公室氛围在一瞬间切换成了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连键盘敲击声都变得格外整齐。不用说也知道谁来了。沈燕推门走进来，今天换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里面的白衬衫扣得一丝不苟，袖口的金属扣在光线下泛着低调的光泽。他大步走到办公区中央，目光扫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我身上。那目光沉静而锐利，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准确地锁定了他要找的靶心。许安然，他说，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跟我来。所有人都看向我，那些目光里有好奇，有羡慕，有审视，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嫉妒。我放下手里的多肉，快步跟上去。经过陈岸身边的时候，他对我微微点头，低声说了句加油。那语气像是在鼓励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沈燕把我带到了38楼，这里是总裁办，整个楼层安静得像一座图书馆，连空调的嗡嗡声都被吸音材料处理得若有若无。走廊两侧是深色的木质墙面，偶尔点缀着几幅抽象画，笔触凌厉而克制，和这栋楼的主人是同一个风格。他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侧身让我先进。这间办公室比顾延洲的大了整整1倍。正对面是一整面落地窗，阳光被百叶帘切割成均匀的光带，铺在深灰色的地毯上。办公桌是实木的，巨大的像一张台球桌，上面摆着3台显示器，一摞整整齐齐的文件和一个极简风格的台灯。角落里有一套真皮沙发和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台意式咖啡机和2套杯具。墙上挂着一幅城市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大头针标满了标记，红的、蓝的、黄的、绿的，每一根大头针都代表着一个沈氏寰宇的项目。沈燕在他那张气派的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开口道，下午有个高层战略会，顾氏会派人来谈城东那块地的合作意向，你参会，坐我旁边。我的大脑宕机了1秒。顾氏？我下意识地问，顾延洲会来？名单上有他。沈燕的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那目光里有审视，有试探，还有一丝我看不太懂的东西。能做会议记录吗？能。好。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我面前，这是会议资料，你有3个小时的时间熟悉。陈岸会给你开通系统权限。另外他顿了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2下，似乎在斟酌措辞。如果顾延洲在会议上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你不用忍。我抬起头看他，他靠在椅背上，姿态舒展而笃定，像一只慵懒而警觉的豹子。但他的眼神不是慵懒的，那里面有锋芒，是一把藏在丝绒刀鞘里的利刃，随时准备出鞘。你现在是我的人，
他说，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在沈氏的地盘上，没有人能欺负沈氏的人，尤其是顾延州。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故事，我习惯了退让、忍耐，把委屈往肚子里咽。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告诉我你不用忍，我反而有些手足无措。还有，沈燕忽然站起身，绕过办公桌朝我走过来。她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感。她在我面前停下，低头看着我，目光里那种审视和试探褪去了一些，多了一点别的什么，是认真，是一个男人认真的看着一个女人的那种认真。关于昨天那通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你心里一定在猜，我是不是单纯为了恶心顾延州才说那话的？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像是在陈述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我现在告诉你，不是。那你为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他打断了我的话，嘴角浮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不像是笑，更像是一个藏了很多秘密的人不小心露出了一丁点破绽。在那之前，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什么事？他的目光和我交汇，那一瞬间他眼底的锋芒褪去了几分，露出了下面一层更深的、更柔软的东西。但那个瞬间短的几乎像幻觉，眨眼之间就被他收了起来，重新换上了那副不可撼动的冷静面孔。你那4年在顾延州眼里是草，在我这里是宝。然后他转身走回办公桌后面，拿起一份文件翻开，头也不抬地说，去吧，陈岸在门外等你。我知道谈话结束了，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阳光从百叶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他侧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他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文件，眉头微微锁起，手指间夹着一支银色的钢笔，笔尖在纸面上快速移动。那一瞬间，我脑海里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人？我推开门，陈岸果然等在门外。他看到我出来，递过来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拿铁，半糖。沈总让我准备的。我接过咖啡，杯壁的温度透过纸杯传到掌心，暖烘烘的。陈特助，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沈总他一直都是这样吗？陈岸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弯起一个职业而微妙的弧度。您是指哪方面？照顾新员工？陈岸没有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带我去开通系统权限。他走出去几步后，我隐约听到他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像是在自言自语。沈总对新员工从来没有这么照顾过，从来没有。下午2点，战略会议室。我坐在沈燕左手边第2个位置，面前摊着会议资料和一台用来做记录的笔记本电脑。会议桌对面坐着一排顾氏的人，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正中间的顾延州。他今天穿了一套浅灰色的西装，头发打理的一丝不苟，脸上挂着他惯常的那种志得意满的微笑。他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笑容一下子僵住了。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像是被人出其不意地揍了一拳。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坐在沈燕左手边的那个穿藏蓝色西装裙，正在翻看会议资料的女人，确实是许安然，确实是那个今天早上还在他公寓里收拾行李，被他嘲笑只能做文员的许安然。我平静地回视他，没有任何表情。他的脸色变得极其精彩，先是白的，然后红的，
然后又白的像一块情绪调色板。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在我身上，里面翻涌着惊愕、恼怒、狼狈，还有一种他说不出口但写在脸上的复杂情绪。那个你早上亲手丢掉的廉价货，下午就坐在了你最大的对手旁边，穿着笔挺的西装裙，面前摆着印有对方公司 logo 的会议资料。这种感受大概比吞了一只活苍蝇还让他难受。顾总，沈燕的声音不疾不徐地响起，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冷淡和疏离。你认识我的新高级分析师？新高级分析师这两个词被他用一种刻意放慢的速度说出来，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顾延洲的软肋上。顾延洲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硬生生地收回了目光。他扯出一个极其勉强的笑，那笑容僵硬的像一块晒了3天的咸鱼，嘴上还在强撑着。哦，小许啊，他之前是我那边的一个普通文员，没想到跳槽到沈总这边了，倒是挺快的。他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贬低和轻蔑，仿佛在说这件货是我不要的，你拿去当宝是你眼瞎。他说普通文员4个字的时候还特意加重了语气，好像把我贬得越低，他的面子就越好挽回。会议室里，顾氏那边有几个人交换了一个微妙的眼色，显然有人知道我和顾延洲的关系，正等着看一出好戏。普通文员，沈燕挑了挑眉，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笑意，但那笑意没有任何温度。那看来顾氏当真是藏龙卧虎，随便一个文员都能独立操盘7个项目，还全部盈利。他翻开面前的一份文件，那是我今天中午整理的个人履历附表，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我在顾氏期间独立负责的所有项目及收益数据。他修长的手指在一行行数字上划过，每一个动作都从容不迫，每一行数据都像一记耳光，隔空抽在顾延洲的脸上。云上科技项目投资回报率 320%， 枫林地产项目回款周期缩短 40%。 顾氏第3季度的市场拓展方案，据我所知，初稿也是许小姐写的吧？他抬起眼，目光从文件上移开，落在顾延洲脸上。你管这种人叫普通文员？顾延洲的脸色青了，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来反击，但目光落在沈燕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不是傻子，这里是沈氏寰宇的地盘，和沈燕正面冲突讨不到任何好处。他能做的只有把那股邪火憋回去，硬生生的咽进肚子里，然后假装自己一点都不在意。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从会议开始到结束，他的目光隔三差五的就往我这边飘一下，像一只被抢了地盘的猎犬，焦躁、恼怒，却又无能为力。每飘一次，他眼底的怒火就旺一分。会议桌下他放在腿上的手攥成了拳头，指节都泛了白。我太了解他这些下意识的小动作了，他气炸了，只是不敢发作。会议的内容他大概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而我只负责做我的记录，全程没有多看他一眼。只是在某次他目光飘过来的时候，我正好端起桌上那杯拿铁喝了一口，余光瞥见他看到我那杯拿铁上印着的沈氏寰宇 logo 时，攥紧的拳头硬是压得青筋都爆了出来。他的目光显然没有漏掉那杯咖啡杯身上熟悉的设计风格，因为这和他今早在办公室见我时，我手里那只印着顾氏 logo 的纸杯形成了鲜明对比。会议结束后，所有人鱼贯而出。我收拾好文件和电脑，正准备跟着人群走出去，顾延洲突然在会议室门口堵住了我。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力道大的让我吃痛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许安然，你长本事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但那语气里裹挟的怒意和不甘，浓得像化不开的墨。你他妈去沈氏寰宇就是为了报复我。我低头看了看他抓在我手臂上的那只手，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手腕上带着一块百达翡丽，是去年生日我攒了3个月的工资给他买的。那时候他接过去看了一眼，就随手放在了茶几上，连一句谢谢都没说。现在这只带着我的礼物的手正掐在我的手臂上，像钳子一样越收越紧。放开，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稳。你知不知道沈燕是什么人？他没有松手，反而加了几分力，整个人往前逼了一步，几乎要把我压在门框上。他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你跟他混，到时候连骨头渣都剩不下。你放开他。一个低沉而冰冷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沈燕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西装外套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了，只剩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了小臂。他斜靠在墙上，姿态散漫而从容，但他的眼神一点都散漫，那里面有锋芒在闪，是一把已经出了鞘的刀，刀尖正对准顾延洲的眉心。顾延洲的手僵了一下，但没有松开，他的下颌肌肉紧绷，牙关紧咬，眼睛死死地盯着沈燕，像是在无声的宣战。两个男人隔着不到5米的距离对峙着，走廊里的空气仿佛都被抽走了，气压低的让人喘不过气。沈燕没动，只是微微歪了一下头，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笑。那个笑没有任何温度，冷得像一柄淬过毒的刀刃。顾总，他慢条斯理的开口，每一个字都像裹着冰茶。你的手再不从我未婚妻胳膊上拿开，我不介意让法务部多你一份故意伤害的律师函。未婚妻这2个字像一颗炸弹，在走廊里炸开。顾延洲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惨白，他的手猛地松开了，像是被我手臂上的皮肤烫到了一样。他后退了一步，看看我，又看看沈燕，目光在我们2个人之间急速的来回弹跳，脸上的表情像是一块被砸碎的镜子，4分5裂。未婚妻，他的声音沙哑而干涩，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尾音劈叉了。你们沈燕没有回答他，只是朝我伸出一只手。那只手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掌心的纹路在走廊的灯光下清晰可见。安然，他说，声音里的冰冷在叫我的名字时融化了几分。走了。我看了看那只手，又看了看顾延洲那张铁青的脸，然后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意外的决定。我伸出手，把手放在了沈燕的掌心里，他的手指合拢过来，握住了我的手。那只手温度适中，干燥而有力，握住的力度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一种有我在的笃定感。他牵着我转身离开，步伐不快，每一步都踩得稳当而笃定。我跟着他的步伐，高跟鞋踩在走廊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走出几步后，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顾延洲还站在原地，站在会议室门口那盏惨白的射灯底下，灯光把他的脸照得死白死白的，像一尊被风化的石像。他盯着我们离开的方向，眼神里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有愤怒，有不甘，有屈辱，还有一种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认的心慌。那个高高在上的把所有人都当成棋子的顾延洲，此刻像一只被拔掉了所有羽毛的孔雀，狼狈丑陋，无处遁形。电梯门合拢的那一刻，沈燕松开了我的手。第一次当众给人当盾牌，他说，目视前方，
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和工作无关的小事，不太习惯。谢谢你，我说，声音有点涩。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她叫的是安然，不是许小姐，不是许安然，她叫的是安然。电梯在安静的下行，显示屏上的红色数字一跳一跳的变小。我靠着电梯壁，心跳慢慢平复下来，但大脑却停不下来。顾延洲的脸，沈燕的手，那句掷地有声的未婚妻，还有他那句漫不经心的不太习惯，这些画面和声音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搅在一起，乱成一团。沈总，电梯快到1层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开口，您为什么帮我？他微微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电梯顶灯的光从上方洒下来，在他的鼻梁一侧投下一小片阴影，让他的表情看起来高深莫测。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了我一句，你觉得呢？我张了张嘴，想分析1、2、3，想说商业报复或者打击顾延洲，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许安然，他在电梯门打开之前低声说了一句，在我这里没有人能欺负你，包括你以前的自己。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他率先迈步走了出去，留给我一个背影。阳光从大堂的落地窗里涌进来，把他的身形镀上了一圈金边，让那个原本冷硬的轮廓忽然变得柔和了几分。我站在电梯里，一直到门开始缓缓合拢，才如梦初醒的按住了开门键。下午6点，我在战略发展部的工位上整理完最后一份会议纪要，正准备下班，手机震了，一个陌生号码，尾号4个8。我接起来，沈燕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低沉而直接，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晚上有个私人饭局，陪我去一下。现在，车在楼下。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白衬衫和西装裙，我穿这样可以吗？够了，10分钟。然后他挂了。我深吸一口气，把桌上的文件收好，拎起包，快步走向电梯。经过陈岸工位的时候，他正在吃外卖，看到我急匆匆的样子，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说，许小姐，沈总的10分钟通常意味着5分钟内必须到，你加油。我小跑着冲出电梯，冲过大堂，冲出了旋转门。一辆黑色的宾利已经停在门口了，车窗摇下来一半，露出沈燕半张棱角分明的侧脸。他已经换了一件深灰色的衬衫，袖口还是卷着的，手腕上多了一块看起来低调，但我知道价格能买1套房的机械表。上车，他说。我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宾利的真皮座椅柔软的像一片云，车里有很淡的雪松香，和沈氏大楼大堂里的味道一样。引擎低沉的咆哮了一声，车子平稳地驶入晚高峰的车流。夕阳从车窗外涌进来，把整个车厢染成了一片温暖的橘色。我拘谨地坐在副驾驶上，手指不自觉地绞着包带。这是我第一次坐沈燕的副驾驶，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宾利。我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假装看窗外的风景。放松，沈燕单手打方向盘，目视前方，语气比在办公室时随意了几分，不是商务局，不用紧张。那是什么局？我家老爷子的饭局。他顿了顿，补充道，他非要见你。我的心脏骤停了一拍。你爸？沈进城，沈氏环宇创始人，脾气大，嗓门大，但人不坏。他顿了顿，瞥了我一眼，怕了。我老实地点了点头。他低低的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很短，和他在顾延洲面前的冷笑完全不一样，
这个笑声里有一点无奈，有一点纵容，还有一点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温柔。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更加混乱的话：别怕，他不敢为难你，我罩你。宾利驶过跨江大桥，夕阳把江面染成了一片金红色的绸缎，波光粼粼地延伸到天际线尽头。我透过车窗看着这片落日融金的景象，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在某个平行的时空里，同样的夕阳下，同样的一辆黑色轿车里，有过一个模糊的、遥远的和现在重叠的瞬间，像一首听过但忘了名字的歌，旋律熟悉，歌词却怎么都想不起来。而我还沉浸在被当成未婚妻的不真实感中，完全没有意识到沈燕口中的沈进城，那个慈眉善目的沈氏创始人，将会用一种我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揭开一个连我自己都从未知晓的真实身世。所有我以为是巧合的相遇，原来都是蓄谋已久的重逢。而那些我以为刚刚开始的复仇，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替我先下了战书。窗外江面上的金光渐渐褪去，城市的天际线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宾利驶入北郊一片幽深的别墅区，两旁的梧桐树在路灯下投下一道道修长的影子，像两排沉默的仪仗兵。车子在一扇巨大的铁艺大门前停下，门无声地划开，里面是一条笔直的车道，尽头矗立着一座灯火通明的中式庄园。沈家的宅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10倍。宾利在主楼门前停下，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管家快步上前拉开车门，姿态恭敬而不失从容。沈燕下车，绕到我这边，替我拉开了车门。他伸出手，掌心朝上，等待着。我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手放上去。他握住，微微用力，像是在传递某种无声的安慰。许安然，他低头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低的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从现在起，不管发生什么，不要放开我的手。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这句话的意思，主楼的大门就开了。一个洪亮而中气十足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带着几分老顽童似的蛮横和不讲理。燕小子，你终于肯把你藏着掖着的儿媳妇带来了。要是今天带来的不是我满意的人选，你就给我睡大街去。话音未落，一个穿着深色中山装、身形高大硬朗的老人大步迈出了门槛。他的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至少10岁。他的目光越过沈燕，落在我脸上，然后他整个人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猛地停住了脚步。进城，怎么了？他身后跟着走出来的沈太太看到丈夫的反应，刚要询问，目光顺着他的视线落在了我脸上，后半句话也卡在了喉咙里。沈进城死死地盯着我的脸，嘴唇翕动了几下，眼眶一瞬间变得通红。那种红不是悲伤的红，而是一种被巨大的震惊和不敢置信冲击之后情绪失控的红。他的手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连带着整个人的气场都从刚才那个威严的商界大佬变成了一位平凡而苍老的父亲。像他的声音沙哑而破碎，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虚空中的某个影子说话，太像了。这孩子的眉眼。沈太太捂住了嘴，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沈燕站在我身边，依然握着我的手，她的手指微微收紧，掌心比刚才热了几分。我感觉到她的身体紧绷了一瞬，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低沉而郑重，仿佛在宣布一个藏了20多年的秘密。爸妈，她就是当年被调包的妹妹，我把她找回来了。我的大脑轰的一声炸开，
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沈燕的手，指甲几乎要掐进她的皮肉里。她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稳稳地站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灯塔。在我被命运的滔天巨浪迎面拍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可以抓牢的支点。你说什么？我的声音干涩的像砂纸，每一个字都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沈燕转过头看着我，廊下的灯光从头顶洒下来，在她眼底投下一片温柔的光影。她的目光里有心疼，有愧疚，还有一层被压抑了太久的滚烫的情感。许安然，她轻声说，你从来就不姓许，你姓沈，你是我妹妹。风吹过庭前的梧桐，满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鼓掌。沈家老宅的廊灯在风中轻轻晃动，把我们几个人的影子投在青石板地面上，摇摇晃晃的，像一场做了20多年的梦。而我站在那场梦的中央，看着面前这个突然变成我父亲的老人，看着身旁这个突然变成我哥哥的男人，看着这一切光怪陆离的不像真实的场景，眼泪无声地淌了下来。原来如此，原来那些我以为是复仇起点的巧合，顾延州的背叛，沈氏环宇楼下被风吹来的招聘广告，沈燕那句石破天惊的找到儿媳妇了，全都不是巧合。我就像一只在迷宫里乱撞了24年的蚂蚁，以为自己在寻找出口，其实每一步都踩在别人早就铺好的线索上。而铺下这些线索的人叫沈燕，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找了我24年的人。